但说太多话了，确实。0点42，下班。哪儿下去第一句话，你今天怎么不给我踢了呀？对呀，我就这个事儿，不得问一问吗？就我选了你啊。其实如果在回去的车上聊聊这事儿，他就没事儿了。这个氛围感觉要聊了。我在等思文那个70。问你个问题，你会怪我吗？不会啊，为啥要怪你？我只是当时觉得选你，咱俩合作那么多次应该会比较顺畅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组也很好。我当时总是感觉大家已经合作这么多次了，可以换一换。确实也是这么个说法。我觉得他等他回来就是要聊这一趴。你别那么大心理压力。我就很容易内耗，但是我撤了之后，我看你一个人坐在那儿，我突然感觉我有罪。那我先公布我的队员：侯子泰、杨凌卫和王玉。我了解了，你不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哎。我一直很内耗的，我只是不好意思在你面前内耗。我天哪，在同事面前内耗很羞耻的，我内耗我都要藏起来的。这有啥？没事儿，别想那么多，没有那些事儿。哎呀，他都开始吹头发了。天哪，你都洗完了，好香，让我闻一闻。哇！我新想到了一个观点，放心，不会影响大家的角度，就是你可以明天早上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先做了一点梳理，我觉得可行。OK， 可行，真的可行。哇，还在干呢。但我现在又有点清醒过来了。因为已经到第2天了，我的天。对，但我感觉这 PPT 吧，就也得我先做个大概，然后明天大家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自己需要的部分。可以。我先把已有的内容我先给它填上去。心里没底，我说实话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有时候作为组长就会给自己背太多心理负担。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是，对。都还没睡呢。OK， 刚才他们2组在自己已经选定的方向上往前迅速推进。先是团播这一组，大家平时看不看团播？扫腿舞大家都看过吗？其实有刷到了。刷到过，喜欢吗？是属于吸引自己的这一类的直播内容吗？不是，刷到会划走，对不对？对。俊林，我也不看，我只看过迪哥的。如果说有一个机会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的话，俊林愿不愿意就是教我们？我们加油团也是个团呀，阿粉加油团嘛。但我不会，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简单的那个动作？就是扫腿嘛。你不是会吗？你跟那个谁学的？我跟超越合作过。那就要不2位老师？你跳的特别烂，但我俩跳的特别差。那没关系，那来教我们吧，志胜。一块儿来吧，可以，活动。看这么久片子了，先志胜和俊林可以先给我们基本讲解一下动作。刚看了一下，他好像是什么，什么？你们俩这是真的是一个动作吗？我觉得有个。来，咱俩站 C 位。哎呀，行了。然后超越跟全林老师，你站2边，然后
子琪跟明哥在最外边，行吗？可以。双 C 呢还是？双 C， 2个舞担。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活动？不知道。来点 music。哇！哇！哎，我跟你们反的。哎，往哪儿啊？太高笑了！刚刚就是颜面扫腿，颜面扫地。反正我能把任何的这种舞蹈都跳成8段锦啊！活动。那其实现在压力最大的是他们这几位，这几位晚上根本就我看2、3点了，妆也卸了，但没有人睡，对，就是奋笔疾书。就这2个选题来讲，全云老师站在新闻专业的视角，您比较看好哪一个？如果你乍一看的话，你一定是团播的优势会比较大，是因为它第一新，今年才火起来的，对。第二呢，它的视觉感比较强，对，冲击力。然后背后的确值得讨论。直播秀场已经那么久了，为啥突然团播起来了？这背后带的新的情绪诉求是啥？对，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快速的规模化的产业？然后它还有问题的那一部分，臧老师说的，你需要有引导的那个部分，所以它正反两面都能说，所以它的话题的冲击性和饱满度肯定是强的。但是呢，这个选题有风险，这个风险就是把所有人的预期调得太高了，但是你的呈现其实是受限的。你看，你一说团播，咱们是不是都眼睛发亮？所有的老师也都眼睛发亮，说这个好啊，所以他就有可能有落差。把预期调得高可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对。但你那个捏捏呢，预期不太高，你还说这个选题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也火了好几年了。但是如果这个在一个平凡的选题里，突然发现说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儿？原来它还可以这样。就你把那5个1用到一个相对平凡的选题里，又让我得到了真的，有可能能逆风翻盘哦，是有可能的。其实全林老师刚才最后讲了，这解压玩具其实是逆风局，因为他们的期待值反而比较低，所以可能有一些翻盘的可能。各位在你们过去的职业经历当中，有没有这种逆风翻盘的印象或者回忆？逆风局怎么打？逆风局怎么打？一直在打逆风局呢。怎么了？全是逆风局。展开说说呢？我是觉得逆风的时候就要转变一个思路，就是我知道我的结局是失败，但是你知道结局就不去做了吗？我觉得在你已经知道结局的情况下，你的心态还能更好一点。那我觉得我就是把我在这里面能抓住的优势都放大化。我知道我肯定已经在这儿了，我有底了，我就是放平心态，让自己更自如，然后说不定还会有灵光一现的一些小高光什么的，尽量把这个过程做得比较有意义。因为我是觉得它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东西未必在这个结果得到呈现，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可能还是有那种反馈的。我是觉得。长线思维，我其实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逆风局，感觉又说到游戏了，但是我认为就是不管是游戏还是生活当中都挺重要的。就是越逆风的时候越要冷静，而且不能着急。对，可能一个最关键的节点，它就会迎来反转。但是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去等，一切都有变数。努力的去找机会，然后去等到那一个节点，一切都会有变数。而且我认为，就放在他们刚才这个里面的话，他们还不算逆风局，他们只算小烈。对，小烈士，对，因为才刚刚开始啊。智胜，有逆风局经验吗？没有，挺顺的。讲讲脱口秀吧。那是逆水局。水逆的。水逆局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
参加节目选拔的时候，我就被淘汰了。突然那个时候就是你淘汰之后，你就所有的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。就以前你不太关注的问题，就以前你就一直在线下讲，效果也挺好的，然后观众也笑得挺开心的啥的。就因为那次淘汰之后，我就重新回看自己之前的那些演出视频，重新回看自己的文稿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就用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篇稿子，哇，你发现问题很多，然后你发现你表演的问题也很多，然后你就会重新的去反思。我之前从来不演开场，就是因为开场是最难演的，就是观众效果反馈特别不好，我基本上都是到2或到1。然后从那件事之后，我就突然开始就是争取1天要练1次开场，就是第一个上去演，观众可能反馈不好，但是你也要去适应这个观众反馈不好的这个过程，去接受这个过程。然后就练了这时间，然后突然之间告诉我，哎，说可以上节目了，哇！然后上节目之后，我就发现那段时间所谓的在那个逆风局的那段时间，那个的变化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说你没有经历那段时间，他节目上会把你之前存在的那些问题全部放得很大。所以说，其实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，补足短板。对。全林老师，我觉得逆风局该如何打，核心是要打。对，就怕那个就沉浸在逆风里说，哦，我们好可怜哦，对哦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还有什么必要干呢？那就完蛋了。所以你只要打，你看他们那个团队不就沉下来，就正式开始讨论我们那个主题该如何进去，然后你就没觉得那么腻了，你还就能找到，哎，能可打的点。自己的长项，对吧？所以的核心是要打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在经历了这样的熬夜和战斗之后，最后在2个人的局中表现如何？来，一起看2队的宣讲和辩论。开始吧。先来做你们的方案的宣讲，30分钟。解压玩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，一个快速膨胀、野蛮生长的行业，低成本同样能够获得情绪解压的方式，不像之前看的那么兵荒马乱。反而条分理性了，逐层深入。那为什么团播可以在短期之内如此的爆火？以选秀类型的团播为切入点，以数据为支撑，上头狂刷钱，钱包瘦成鬼，热闹看忘词儿了。这个情绪价值就拉满了，这也太能抓人了。马上就要进入之后那一轮的一个考核，要辩论了。还有什么角度？如果对方先过来攻击咱们的话，该接要接。他们说什么我都能接得住。他们有点想得美了。我们坚守立场，守土开疆。记住，我们是 vlog 新闻，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新闻本身。新闻是什么？内容为王，形式为大。我们有信心把它做成一档循循善诱的、丰富多彩的，并且严谨扎实的节目。有的时候呢，什么都想要，可能会害了你。其实我认为我们今天 focus 在点是选题。那么我们想问，你们是除了选题以外没有别的亮点了吗？针锋相对呀。然后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。我有很明确的答案。我可能和你们不太一样。没事，做吧，会给你们发邮件的结果。太有悬念了。我的天，整得老紧张了。我就是尴尬。好，各位，邮件发送成功。